兄弟们，问你们一个90%都会选错的问题：碰到炸水，你认为搜索哪个水层最容易给口？来，弹幕上打出你的答案。相信大部分钓友第一次碰到炸水都会搜水表，对吧？包括我自己，当初刚玩路亚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，尝试来尝试去，一直打龟，最后才知道是被我想简单了。有兄弟会说，都炸水了，那当然要用水面系。哎，还真不是。先不要忙着怼我，看完视频或许会颠覆你的认知，让你恍然大悟。啥是炸水呢？兄弟们可听好了，就是路亚鱼种跟着白条追到了水面，噗的一口。但咱们眼睛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个小角，水面炸水只是捕食的最后一击，绝大部分的捕食过程其实是在水下完成的。小白条为了逃命才往水表窜，翘嘴呢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才跟着窜到水表补一口，压根就不是在水表等猎物。为啥不要盲目的选择水面系？这里面有个大坑。很多兄弟以为鱼在水表捕食，但实际就像我们去超市买东西，想要啥东西在货架上直接拿，只有掉到地上的才需要弯腰去捡。你光盯着水表咔咔一顿搜索，等于放弃了货架上的大西瓜，蹲在地上捡芝麻。真正的咬口大部分是在水下。我们经常会碰到了水边疯狂炸水，各式各样的饵全用一遍，结果就是不开口。这种情况说明饵鱼太多了，你的假饵被一大群饵鱼给淹没了。放着这么多白条，为啥就要偏偏吃你的假饵呢？这可咋办呢？难道只能看着炸水干着急？办法肯定还是有的嘛。有3种方法可以增加给口的可能。第一种，下策，也就是频繁抛投，连续搜索炸水的位置，被翘嘴选中的可能也就更大，对吧？第二种，使用吸引力更高的饵，搜索水表时使用栀子狗或者波爬，这2种饵在水面制造的动静很大，容易更大程度吸引翘嘴的注意。搜索中上层就用亮片，阳光能穿透水面，亮片在这种水层摆动反光，对鱼的吸引力会很强。如果到了水的中下层，光线不够强，亮片的反光效果就很有限了。这时候就要用 VID 高频正摆产生震波，对鱼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强。刚刚说的这2种方法这效果并不怎么样，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后这种，让假饵比真鱼更好追，花最少的力气就能吃到假饵，让假饵匹配鱼的捕食水层，不需要跟着猎物穿越多个水层。鱼在同一水层里面游速是最快的，纵深切换水层游速就慢得多了，捕食难度加大，抓到猎物的概率也会大打折扣。如果假饵始终在鱼的捕食水层，对于鱼类来说就不需要切换水层，捕食信心就会高得多。说人话就是鱼在哪个水层捕食，你就把饵送到哪个水层。第二点是让假饵的速度比饵鱼速度更慢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翘嘴有更高的捕食信心。如果既能待在鱼的捕食水层里面搜索，同时让假饵比真饵速度更慢，满足了这2点，对于翘嘴来说，你的假饵比一般的饵鱼已经更有捕食的性价比了，给口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。有些时候炸水是过一会儿炸一下，这种情况说明猎物不多，是很容易就会给口。假饵抛过去，搞不好3竿就要咬饵，运气好的时候1竿就能中。当然了，有时候光炸水不咬饵，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算你把饵往鱼嘴巴里面塞，该不吃还是不吃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第2天早一点到河边，记住炸水开始时间。如果是下午4点开始炸水，那3点40就开始钓。炸水开始前和刚炸水那一会儿，翘嘴肚子里面是空的，进食欲望会更强，很容易就会给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这么多。最后来做个总结，遇到炸水时，不要光盯着水表去搜索，可以先从水表开始，逐步降低搜索的水层。搜索不同水层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饵，搜索鱼所在的捕食水层，比饵鱼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点，这样会让鱼有足够的捕食信心，同时能轻松抓到饵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思路突然就清晰了？但到了河边看到哐哐炸水，脑子又懵了。关注我，然后私信炸水做钓攻略，我把整理好的思路发给你。有了这个，下次碰到炸水就不用挠头了。这期视频是打龟无数次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建议收藏起来，反复多看几遍。如果身边有玩路亚的朋友，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，应该会对他大有帮助。接下来会抽时间分享一些我的实际做钓过程，包括用饵思路和做钓思路。感兴趣的钓友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后续影片会很快上架。影片最后拜托钓友们给我按赞。我是老鸟，下期见，拜拜。